在2021年的夏天，一则新闻成为了一时的焦点。17头亚洲象在逃亡了400多公里后，终于倒在了一片草地上，沉沉地睡去。这只象群的集体叛逃，成为了当年最具象征意义的自然事件之一，也让人类重新思考与动物之间的边界。时间回到2020年3月，一只由15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，悄然从云南西双版纳的蒙养自然保护区出发。它们被称为短鼻家族，沿着未知的路线踏上了向北的旅途。最初，人们以为这趟旅程不过是短暂的觅食行为，但当他们行至138公里外的云南普洱市时，并没有停下脚步，因为继续向北已不再有适合亚洲象生存的栖息地。但他们偏偏不信邪，这17头亚洲象一路向北，进入云南玉溪的峨山县。这不仅是迁徙，更像是一场逃亡，是对生存环境的抗议，是对生态巨变的回应。而就在这段艰难跋涉中，他们第一次穿越了人类城市，留下了一路的痕迹，掀翻房屋，毁坏农田，骚扰村庄。整个迁徙过程中，共发生412起象群引发的事件，毁坏了812亩农田，造成经济损失达680万元人民币。象群与人类的关系骤然紧张，他们就这样一边前行，一边制造着混乱，一边也在寻找一线生机。2019年初，云南西双版纳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，持续的缺水让原本生活在森林深处的亚洲象难以维持生计。2020年3月初，一头名叫短鼻妹的大象联合一头有着蓝色眼睛的雌象，发起了迁徙号召。最终，共16头亚洲象响应了这个古老的召唤，组成了出走的队伍。此时，象群中已经有2头雌象怀有身孕。为了让腹中的幼象平安诞生、顺利长大，他们别无选择，只有前往可能有水源的远方。2020年7月，象群来到了普洱市思茅区南平镇大开河村，这里成了他们与人类第一次冲突的发生地。紧接着，2020年8月，象群抵达了思茅区与乡镇交界地区，他们将当地的农田当成游戏场，大口吃喝，悠闲玩耍，甚至进入农户家中偷吃玉米粒。2020年12月，在普洱市墨江县，一头母象顺利产下一头小象，这也让象群的数量变成了17头。小象刚出生便要加入迁徙，对他来说，这是一场异常艰难的成长之旅。他刚学会走路，每越过一道障碍，都需要家族成员的协助。从出生那一刻起，这只小象就注定要经历坎坷命运。此时的象群已深切意识到，越往北，生存环境越加严峻，但出于本能，他们仍旧选择继续前行。2021年4月24日，当17头野象行至玉溪市沅江县时，出现了首次分裂，有2头大象突然离队，返回了墨江县，而剩下的15头大象仍执着地北上。2021年5月16日凌晨，这15头亚洲象出现在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宝秀镇。5月25日晚上8点，一头大象意外与象群走散。幸运的是，第2天下午，它成功在玉溪市峨山县的大围堵村与族群会合。5月26日，象群进入双江街道，距离峨山县城仅有300米。象群在这里停留了3天。5月29日，他们来到了植被茂密的林区，距离昆明市晋宁区不到50公里，与昆明城区相距约100公里。让人感动的是，人类并没有驱赶他们，相反，相关部门主动让路，为象群提供食物，尽量避免冲突。但当北上的脚步持续数月未停，当局终于决定必须采取行动。继续北上，象群将面临极端的环境，毫无生机。他们的祖辈世代生活在云南的森林深处，再往北走，只会让生存更艰难。而这时，西双版纳的干旱也已经得到缓解，于是云南森林消防总队制定计划，以围堵配合食物引导的方式，安全护送象群回家。
这个计划既要保障人类的安全，也要避免象群恐慌和攻击行为，是一场人与自然之间的默契协作。终于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，象群平安返回了原本的栖息地。从2020年3月到2021年8月，这群大象从西双版纳出发，跋涉2000多公里，跨越山岭、农田与村庄，经历了成员离散与新生命的诞生，最终又返回了出发的地方。当他们回到熟悉的林间草地时，全体倒头酣睡。你知道吗？大象通常是站着睡觉的，而只有在极度疲惫时才会躺下休息。那一刻，草地上横七竖八的巨兽们像是完成了一个宏大的轮回，一场人类与自然之间最真实的对话也悄然落幕。这次迁徙不仅是亚洲象历史上距离最远、耗时最长的一次迁徙，它更提醒我们，当自然失衡，动物会用脚步告诉我们改变的代价。感谢收听 FM 1989，这里是老布的深夜故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